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微课堂的 Josh。之前有很多同学在问我说，他们搭建好的时候，有些页面点进去的话，会出现404无法显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你的网页伺服器上配置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去做注意的。我们先进入一下我们的后台，设定底下有一个永久连结。这边的预设定的话，通常都是这个。大部分的伺服器来讲的话，其实它都已经有支援 rewrite。那你只要进入后台，把永久连结这个部分去做一个更动，原则上来讲的话，它就会去把设定重置，而且重新抓取设定。无论你是用哪一种的网页伺服器来讲的话，只要是你原本的伺服器它有符合配置的话，这样子就有办法轻松的解决掉404的这个问题。然而你再回到你的网站这边去点点看，你看好像我这刚刚左下角这边的连结它是 Page ID， 我们刚刚的设定已经变回 Page ID 嘛，然后现在把它改成名称的方式显示，我们再做一个储存。如果你的网站网页伺服器它资源的话，原则上的话，你只要从那边去更动选项，你的404应该是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掉。我们的左下角它的网域重写之后就变成一个名称了，不是之前的 Page ID。那如果说你这样子的操作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掉这个问题呢，那你要注意的地方的话就有两个地方。首先我们就是进入它的工具里面的网站状态，这边透过网站资讯去取得说你的伺服器的网页伺服器软体是用什么去搭建的。像我自己搭建的是用 Gin 下去跑， Gin 透过它的反带去跑。那有些人会是使用 Apache 的话，它就会着重于这一个档案。那这个档案的话，它是在根目录底下，它是会储存你网域重写的部分。你只要使用 NG 这一个的话，基本上它就没有这一个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做排除？如果你使用的是 Apache 的话，你就必须让这个 pet access 这一个档案，第一个你必须确认它是否存在你的根目录。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要确定它是不是能够写入。再来就确定说你的 Apache 这一个模组 rewrite 这个有没有正确的使用。那如果有，你在你的根目录底下没有发现这个档案的话，你就把它预设的档案复制过去，就是创建一个这个的档案，把这个它里面所需的规则内容复制过去。储存完之后呢，基本上来讲的话，你的404的这个问题应该能够解决。那如果针对 Gins 的话，它是在 Config 底下，你必须要做设定，它的设定就是这样一节。如果你的安装是在根目录，就是一个斜杠底下的这样配置。那假设你安装在第二个目录底下的话，例如说我的目录是部落格，那原则上的话也是要加这一个上去，它的重写的动作它才会正常的去启用。那别忘了，就是你只要更动过它这些东西的话，记得把它重启或者是重新载入配置，这样的话你才能看到最新的配置有没有在正常的运作。那我们再回来，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都配置完成之后，再去这边永久连结这边重新再去定义一下。我会先把它选成预设，然后再去选择我要的，让它跑一次。像是如果你使用 Apache 的网页伺服器的话，基本上你没有那一个档案，但是你的档案架构是能够写入了。你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它也会把那个重写的规则重新写入到这个文件里面，你就可以网页就可以正常的去做一个运作，就不会有404的这个问题出现。基本上导致404的原因的话，都是因为网页伺服器的重写的这个模组，或者是说细部的重写设定没有开，或者是说它设定错误所导致它没有办法将你的网域正确的写上去。所以呢，你的连结点进去，伺服器才会出现404这样的一个错误。那你只要注意到这两个地方的话，就可以去排除掉这个问题。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再来归纳一次，就是第一个，你先直接进去 WP 后台，去透过永久连接这边去做一个更动，因为大部分的伺服器都有针对重写的这个功能去已经完善配置，更动这个设定，让它重新载入过，看能不能正常运作。再来的话，这个不行的话，那你就是要去了解说你的伺服器是用 Apache 的还是说 GIN 的这一个伺服器，去查说它底下的配置是否正确。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把你的404的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掉。这也是在很多人第一次接触 WordPress 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大也不大，小也不小，但是很多人会为了这个问题纠缠半天，就是找不到它实体的原因在哪边。但是大部分的问题就是在于说它网页重写的那个环节出了错误。你只要 OK 了之后，你再来这边去确认一下整体的运作有没有正常。原则上就大概是会排除掉这个404的这个错误。好的，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谢谢大家。